好，这次呢，我对我的首页稍微做了一个修改，可以看到我的首页现在上面多了一个简单的文章的轮播，然后呢，下面显示文章的地方呢，旁边多了一个这个 sidebar。其实这样的设计呢，比较不是我的本意，因为我想要做一个简单的网站。我也劝你说，尽量做不要太复杂的一个网站，不然我们加越多东西呢，它会看起来会越丑。当你想要加的东西太多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有点丑。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这样子的效果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我们要帮我们的首页加上这个 sidebar 呢，要进去页面，然后点进去你的首页的那个页面。好，在下面的这个 theme option 这边，你看到这个 widget 这个字就是小工具的意思。小工具在外观呢，这边也有一个小工具，我们晚点会来讲一下这个小工具。小工具通常就是负责像是侧边栏 sidebar 旁边的 sidebar 或者是页尾 footer 那个区域的内容。所以在这个 widget 这边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选项打开 sidebar position， 我们可以选择它是要出现在左边还是右边。当你选择像这样 right 之后呢，如果你更新的话，你就看到你的页面其实会长这样子。但上面这一个东西是我用另外的方式叫出来的。上面这个是在这边，它这边有一个选项是 widget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就是说我可以在原本的页面的顶端，也就是这个区域呢，加上一些别的东西。所以我要把这个选项打开来，然后选择一个 above content widgets。你看到这么多的选项呢，都是它已经先帮你建立好的，那也是你可以修改。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些都是在小工具的区域。你可以先这样选择，之后呢按更新，再来我们就要到外观的小工具这边，点进去就看到小工具的这一页。所以小工具很像是一个又一个的模组，然后这些模组呢，你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地方。这个套版它准备了非常多的小工具让我们使用。那我们找到我们刚才选择的那个 above content widget。等于说，套版公司它已经帮你写好，说这一个小工具会出现在什么位置，就是出现在内容上面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只要指定说好，这个位置里面要摆什么东西，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这个 theme Rex 的 slider， 在这边，你可以把旁边的这些都是你可以运用的小工具，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呢放到这个 above content widget 里面。那我刚才已经放过了，所以我把这个删掉。删掉呢，就把这个按删除，它就被删掉了。Theme Rex 就是这家套版公司，那 Slider 就是那个轮播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稍作设定，这个 Slider Height 呢，我把它改成500，500大概就是这么高，就是500。那这边你还可以去更改它的外观，或者是更改说它要去抓多少篇文章。这个是可以决定说同时间它要显示几格文章。如果你这边改成2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切一半，然后左边一个文章，右边一个文章。那这个是决定说它要隔多久时间，然后会换下一篇文章出现。那我把它改成4000，也就是4秒，它就写在后面。就1000呢，就等于是1秒的意思。那这边你还可以决定它的文字呢要显示在中间呢，还是在靠近下方，所以我把它改成接近 bottom 下方的这个位置。那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去背的，都是我去稍微这样看过之后呢，我就知道说哪些东西可以改什么东西，所以你会慢慢的有经验，知道当我改下去这个东西会大概有什么样的效果。那同样的，我们看首页的下方有这个 sidebar， 这个 sidebar 呢，它也是你可以指定的。刚才在我们这个 sidebar position 这边呢，你可以指定说它的 sidebar widget 要显示什么，它预设就会显示这个 sidebar widget 这个小工具。所以我们到小工具呢，我们找到上面这个第一个 sidebar widget， 它这边就是 WordPress 它内建的 sidebar。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像这个搜寻、近期文章、近期回响、汇整等等的，它就是在这边搜寻、近期文章、近期回响、汇整。好。那你可以试着把它其中一个拿掉，例如说我不想要下面这个其他，那我要怎么把它拿掉呢？就点开来，然后按删除就可以了。那注意你在这边，如果你在对这个小工具做了一些修改，你都要按下储存，它才会生效。前面呢，我们重新整理之后就发现说，这个标题已经被我改掉了。
现在我们装的这个小工具，它只是出现在首页。如果你点进去，任何一个文章的分类，像我们点进去这个 uncategorized 就是未分类的文章。我们现在在未分类的文章的这一页，如果你要去改这个未分类文章，你希望这边也要显示 sidebar 的话呢，你就要去 theme option 里面改。theme option 里面点这个 blog。这个 blog 呢，它这边有这个 sidebar position， 它一开始是这个 inherit， 这已经被我改过了，所以我们回去这个 inherit， 然后我们重新整理。现在的页面注意是在文章的分类的页面，所以它就回去它原本的样子，就是没有 sidebar 的样子。那如果你希望这边全部都要装 sidebar 的话，就是在 theme option 里面，然后到这个 blog。这边，然后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sidebar 它要出现的位置。等于说，在玩 WordPress， 你要知道说它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例如说，我们一开始改的那个首页，要去改首页的东西，我们就要去页面，去那个首页这个页面里面去改。那如果我们改的是 WordPress 原生的一些东西 ，WordPress 它原生有一个部落格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已经有文章，然后有标签，有分类。如果你要去改这一类的东西的话呢？你就要去套版它帮你写好的这个 theme option 里面，你才能够改到 WordPress 它原生的这些系统。那最后我们要来改一下上面这个，在选单右上方我们有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选项，还有一个搜寻的标记。这个要去哪里改呢？这也是一个套版它帮我们写好的，所以我们一样在 theme panel 里面找到这个 ThemeRex add-ons。这个 add-ons 里面呢有这个 social， 这个地方就是去修改刚才那个社群媒体的那个 icon 的地方，你可以把你不要的就点掉，然后在这边呢，你可以把你的脸书的连结贴到这边来。那或是说我们要加上 IG 的话呢，我们就点这个 icon， 那你可以自己去找到 IG 的符号，然后这边一样放上你 IG 的连结，都好了之后就按下面的 Save Option， 这样就可以了。去前端看一下，就会看到说这边已经被我们改过了。那再来，我们滑到页面的最下方，会看到一个这个 Instagram 的部分。我们要怎么让这边去显示我们自己的 Instagram 呢？我们可以到小工具去看一下，在小工具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Top Footer Widget， 我们可以把它点开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文字的模组，它这边有写 Our Instagram，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我们稍微改一下，先确认一下，我们改这个就会动到前面这个模组，所以我们改了一下。然后前面按重新整理，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出现了 ，ABC 就是我们刚才加的这个东西出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小工具就是对应到下面的这个 IG 的这个区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东西叫做 Instagram Feed， 这个我就很快讲一下，这个东西叫做短码 Short Code，Short Code 的格式都会是这样子的，左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括号，右边有一个这样的括号。这个意思是说，它会去呼叫一个之前已经写好的功能。那这上面的字呢，就是写给人看的，它会跟你讲这功能叫什么名字。这功能叫做 Instagram Feed， 所以我们就要去找看看，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外挂是跟 Instagram Feed 有关的，然后去看一下里面的设定。那我们看到左边呢，就会看到有一个这个 Instagram Feed， 这个点进去呢，就可以看到这个 IG 的设定，这个外挂是跟我们套版一起绑定，它预设的一个外挂。那当你点进去这个连接 Instagram 账号，它就会自动抓到你的 IG 的账号。那点击这个 Connect this account， 它就会在这边显示出来。那我们可以把它原本的这个移除掉，然后按这个储存变更，再去前端看一下。就看到说它已经抓到我的最新的 IG 的照片了。那剩下这个文字的部分，就是在小工具里面我再去修改这个文字就可以了。那你可能会问说，那我要怎么去让这边显示更多的 IG？ 假如你想要显示12个或是更多的 IG 的照片的话呢，你就会在这个外挂里面修改。我们稍微逛一下，点击这个自定资讯提供，好，下面就可以看到。例如说你要总共要展示多少个照片，每一列你要有几个照片，这边都可以去设定，然后设定好之后按储存变更就可以了。那我们一次把它讲完。
下面这边呢还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又是哪边呢？这个是在小工具里面，在外观的小工具。在小工具里面，我们找到一个这个 Footer Widget， 把它打开来看，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ThemeRex Contact， 还有这个导览选单，还有这个 Social。我们稍微改一下这个 Contact 在这边，确认一下，按个储存，然后到前端重新整理，就会发现说这个区域确实是我刚刚找的那个 Footer Widget 的地方。那下面这边这个就是联络资讯，这边是导览选单，然后这边是社群媒体的部分。那你当然可以决定自己的内容是什么。它现在预设的格式是3个栏位，所以你例如说你可以规划说这个地方我要放自我介绍，这个地方我要放粉专，那这个地方我可能要放我的联络资讯。那你就要去小工具，然后例如说你要放一些自我介绍的话呢，就要点这个文字，然后选择 Footer Widget。然后按新增小工具，新增小工具进来呢，我们把这个位置稍微移动一下，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打上我们的自我介绍，按储存，我看看发生什么事。那我们看到这个 social 的这个区域，它已经被推到下面的这一栏了，因为在这边呢只有3栏。如果你想让这边变成4栏的话，你要去那个 theme option 里面有这个 footer 里面，我们很快的讲一下。然后这边你可以选择这个 footer column 可以选择4栏，或者是它最多可以到6栏。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先决定它到底要有几栏，然后在小工具里面呢就放上你对应所需要的小工具。那不要的话，你就可以把它丢掉或删除。那如果你要在下面加上一个粉专的栏位的话呢，你还要再去装会显示粉专的那种的外挂，然后再把对应的东西放到这个小工具里面，这样。最后在下面这个地方，这个文字要怎么去修改呢？它也是在 Theme Option 里面，我们点击这个 Footer， 就会看到下面有这个 Copyright 的这个版权的地方，那你可以对它稍作修改。那它这边有一点 HTML 在里面，这个 ahref， 然后这边有一个网址，那你可以把这个网址呢替换成你自己的网址，然后这边呢换成你的品牌，然后就按储存。好，然后下面这边文字呢就被改过了，变成像这样子的格式。现在我们教的越来越多，所以细节呢它会越来越多。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带你去操作。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都欢迎来找我到我的架站的讨论群里面来发问。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